iPhone 该不要被取代了吧？今天呢，有一个超级大的消息，就是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他们找来苹果前传奇设计师 Johnny Ive 要一起打造多款硬体装置。那如果 Johnny Ive 大家不太熟悉的话呢，他在苹果其实待了27年，是贾伯斯的心腹大将。他当初呢就是主导设计了 iPhone、iPad 还有 iPod 这几款呢，当初都是颠覆世界等级的那种产品。就是对于一般人的使用习惯来说，这几款产品真的都是史诗等级的。就是你看过去10几年，我们的使用习惯基本上就是没有变，都一模一样。这些呢，就是贾伯斯，然后还有像 Johnny Ive 这些以前的大将呢，一起留下来的遗作。那现在呢，有人想要挑战这件事情了 ，OpenAI 这次要推出哪些产品？哇，还真的不知道只是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他们呢只提到了这个英文原文是 A family of AI products。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有很多样的硬体装置嘛，不太确定。不过呢，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明年一定会有新产品、新的硬体出来。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 OpenAI 他们今天呢，就是收购了 Johnny Ive 一间名叫 IO 的新创硬体公司。那这间硬体公司呢非常特别，它在2023年创立的时候，它就是以要打造 AI 硬体装置为主的一间公司。那在官方影片里面呢，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就开始说，手机很麻烦，你还要拿出来，然后那边直接说什么你才可以使用 AI。但是现在呢，他们要开发一款就是你完全无痛使用 AI 的产品。也就是说呢，你不会被手机这种传统产品或者是荧幕所限制。听起来呢，可能会是一个贴身然后全新的使用体验，可能会像是耳机或是眼镜这种一定要穿戴在身上的装置而且 Sam Altman 在这部影片里面就直接讲说，他已经体验过其中一款产品，他觉得超级惊艳。也就是说呢，他们已经有这种可以直接开始 run 的原型机。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大量生产了。真的好期待会是怎样的产品会不会突然就把 iPhone 干掉了？那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的这么突然呢？其实话又要说到2023年，当这个 Sam Altman 也就是 OpenAI 的 CEO， 他第一次跟 Johnny Ive 见面之后呢，他们其实就有这样子一个默契或是共识，他们必须要打造一款 AI 的硬体装置。所以要做硬体呢，其实早在2023年就已经开始筹备，而且有蛛丝马迹了。例如说 Sam Altman 他其实在2023年就已经跟郭台铭有见过面喽，绝对不是巧合。而且呢，再仔细看看 Johnny Ive 这间被收购的公司它叫 IO 嘛，那它里面呢其实根本就有超多苹果跳槽过去的高层，例如说 iPhone 的设计负责人 Evans Hankey、Apple Watch 的设计主管 Tantan， 还有硬体工程专家 Scott Cannon。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是从创立开始就剑指苹果，而且非常的有雄心壮志。他们就是想要再次打造颠覆目前使用习惯的产品。例如说呢，在 iPhone 之前是没有人可以想象可以那样用手机的，就是他们发明之后呢，大家的需求才出现，大家才发现原来我需要这样子一部手机，不然在它出现之前呢，没有人是可以想象出来原来未来是那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非常难想象说 OpenAI 到底开发出来怎样的装置，因为这部影片一点都没有说，他就只说了 A family of AI products。然后我觉得这部影片超妙的，就是我觉得它的定位比较像宣传片。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其实 Johnny Ive 他在苹果史上的定位，他是仅次于贾伯斯的存在。他们两个一起打造了这么多传奇产品，可以说最接近贾伯斯设计灵魂的人，应该就是他了。那贾伯斯呢，他其实就是一个领导者，他非常的有 vision， 就是比较看得比较远吧。所以在他过世之后，其实我觉得 Johnny Ive 可能就没有方向了。也就是为什么在贾伯斯过世之后，就比较没有颠覆性的产品出现，因为那个领头羊不见了。那再回到 OpenAI 这部官方宣传片你会发现他这部影片里面很大的比例是在讲 Johnny Ive 还有 Sam Altman 他们感情有多好，就例如说他们去见了家人然后他们共享未来的愿景他们有多少想法是一样的，就连官网都 po 了一张暧昧不明的照片。不用查了，我查过 Johnny Ive 是直男，而且还有老婆。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收购一间公司来说非常的多余。就是你有看过哪一个收购案是你会找对方的公司的老板来拍 gay 片？那 Sam Altman 这样做呢，我觉得他是想要宣示他才是下一个贾伯斯。因为如果他跟 Johnny Ive 目标一致的话，会给人一种他跟贾伯斯有某种程度上的连结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想法或是对未来的看法，都会让人联想到贾伯斯。白话文就是我才是下一个贾伯斯啦。所以我觉得这部片重点不是产品，这部片呢是一个品牌宣传片，主题呢就是我 Sam Altman 才是下一个贾伯斯 ，OpenAI 才能延续贾伯斯的精神，苹果下去吧。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不用换 iPhone 了？就是在看影片的各位，如果你们刚换新 iPhone 的话，可能接下来就是不用考虑再换 iPhone 了。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有稍微跟我们工作室人聊一下，我们觉得第一款产品应该不会直接取代手机，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以手机为辅助的产品，就是说耳机眼镜什么，它可能还是必须要连到手机，也顺便偷一下苹果的个资。然后呢，可能之后才会逐步的侵蚀这个手机的市场。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测。那你们觉得会是怎样的产品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讨论。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喽。下次呢，有什么新的大新闻，我都会及时来跟大家报告。然后 WWDC 也快到了，你不觉得跟 OpenAI 比起来，现在对苹果就是有一点
你们还能推出什么把戏呢？就是不晓得。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